Hello，欢迎来到宇宙收发室，我是你的 Reader Holly。今天我们要来做的占卜的题目是7月份的能量预测，简单看一下大家7月份的能量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来向灵性团队来请教。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选项，因为这牌比较小，拿上来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哈。这个是第一组。再来是第二组，以及第三组。好，那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做选择，你可以按下暂停，选好的话我们待会见咯。Hello， 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这是你们选的这一道门，代表大家7月的能量场。我们看一下背后，它写 Trust the Universe， 相信宇宙。好，这张指引牌的很多的怎么说呢？一种能量是感觉就是说，好像要全然的去放下自己的那种控制欲，然后臣服于宇宙的一个节奏的那种感觉。好，我们再先来抽其他的神谕卡，来看看大家的状态是如何。好，第一组的能量让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我觉得在7月份的时候，有些事情它可能进展的没有你想象中的来得快速，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找不到自己可以主动出击的一个时间点。那今天第一组的牌其实很多都是在讲的就是说，大家不要放弃大家心中的那个希望，就好像这只力量动物，它的双手这里有一支蜡烛。好，就是说我们顾好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火花哈，顾好自己那个心中的那个愿，或者是说那样子的一个希望，让我们不要去放弃它。那因为今天第一组的指示牌里面，其实他就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自己的直觉有的时候会失准，好，或者说自己的好像事情本来是很好，可以预测它会怎么样子去走的，但是就觉得说在7月份好像就有那么点失灵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今天这边是宇宙想要跟你讲，就是说现在这个局主要主导的是整体的人类，是整体的人类，甚至包含地球以及整个星球的一个演进。所以这个大局面有它自己的步调，有它自己的节奏。现在是宇宙在操盘啦，简单讲是这样哈。所以过往或许有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可以操控的，好，或者说什么东西是你很好预料到的，但这个7月份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好像不准了，或者说怎么好像看不到了，以往可以捉摸的一些线索都很清楚，或者说你很老练，你知道该看什么去作为参考，但是在7月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的感觉，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会让你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或什么的。总而言之，我看到在7月份容易会因为觉得好像看不清楚未来的一个清晰度而觉得有一些动摇，有一些不安局促的那种感觉。那今天这些神谕卡的正中间出来的这张 self care 好好照顾自己，这在7月份来说是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我看到的是像这张牌力量动物的这张牌，它上面写的 You are about to shine， 你就即将要放光了。所以也就是说时间点这件事情，好，
你把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该你放光的时刻会到的。好，它这张牌其实基本上意思是这样，好，这个时刻会到，只是说那个时机点，好，时机点这个时机点本身不是你可以掌控的，那但是在真的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好好的做好准备。好，那我们来抽一下塔罗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讯息。好，首先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圣杯4以及宝剑6，力量，金币国王，魔术师，还有权杖1，我放这里好了。好，那我看到的是，在7月份，其实大家真的就是怎么说啊？我看到是在你们的周遭有一些很混乱的能量场，好，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很容易耗掉你能量的一些状况，所以在7月份的时候，你会很需要自己保有自己的 quality time， 你很需要保有自己的一个冷静以及一个喘息的空间，好，所以尽量啦在7月份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瞎忙，好，不要去瞎忙一些有的没的，好，你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能量场给顾好，好，把自己的能量场给顾好。那我看到的是宝剑6这一张，其实也是在讲，就是说，其实一切会慢慢的安然的度过，只是说中间的那个过程可能是就好像我们搭飞机，好，如果说飞机比较小台啦，或者是说今天的大气的压力就不是很稳定的话，会遇到很多乱流嘛，对不对？那我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在乱流中飞行的一个过渡期，好，在乱流中飞行，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会慌起来哈，或者说会焦虑起来哈，但是其实只要你把自己的能量场顾好，然后不要被外界所干扰哈，不管人家讲说现在的局势怎么样啦哈，或是那种有的时候都很容易挑动大家敏感的神经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守住自己的能量场，然后尽量远离这些吵杂的声音，因为其实在这种状况底下，在这种时局底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其实真的能怎么样吗？好，有的时候真的什么东西都说不准，但是如果你一直跟着外界的各种资讯在那边跟着他们一起起舞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耗能的，好，其实是非常非常耗能的。那所以我感觉到的是，其实在这个7月份，其实需要你很多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好，就像我们刚刚这一张也有抽到 presence， 好，就是一个临在的状态。好，7月份很需要你处在一种临在的状态，好，只聚焦于在当下，好，然后给自己好好的关爱，好好的照顾，好，因为我觉得大家会需要哦，好，大家会需要哈。那就好像这张图里面这张力量牌一样哈，它看起来好像是在急诊室里面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的是有人在照顾着你的，好，有人在照顾着你，所以你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哈。当然有的时候时局不稳，或是自己情绪不稳，或什么各种生活状况打上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慌乱跟焦虑哈。但是记得要跟自己讲，就是说我可以稳住，我可以稳住，我可以稳住，好，我是可以稳住的，好，那所以在7月份如果有经历到什么不符合你预期啦，或者是说让你觉得挫折的一个状况发生的话，请大家也不需要请大家稍安勿躁因为那个其实就是现在的时间点不对，好，时间点不对，好，那时间点什么时候才会对？再一次回来，我们今天这一组的主轴就是宇宙才是那个操盘者，好，所以
大家在这个阶段哈，其实就是顾好自己，好，就是顾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OK， 好，那再来我想要再多抽几张塔罗牌，好，来跟灵性团队询问一下关于第一组，好，关于第一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你们？我抽神谕卡好了，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对。 OK， 好，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好，请灵性团队给他们一些关于如何度过7月份，让7月份顺顺的过的一些建议。那些建议会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是You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你没做错什么。OK， 好，再来 Stand your ground， 站稳你的立场，以及 Synchronicity， 共识性。好，这张牌是跟很呼应大家的这张指示牌，就是 timing 啦，时机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但是那不代表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就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好，这3张牌一个大方向给大家的建议。首先我觉得第一张很重要的是，不要在事情看似出错的时候，第一个时间就先怪自己，检讨自己，因为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OK， 今天事情的发展如果不符合你的预期，或者说跟你的想象有落差的时候，我们不要怪罪自己。好，因为那其实老实说跟你没关系。好，那跟你没关系，你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OK， 好，那所以那第二章的这章这张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有你自己的做法，那你要好好的站稳脚步，不要轻易被人家动摇。不要轻易被人家动摇。所以因为我觉得抽到这一张，其实基本上宇宙是在跟你讲，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好，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在能量状态不稳的时候，很受到别人的动摇，或是很受到时局的动摇或什么的。好，所以其实那都不是你的问题。好，那最后共识性还是一样，就是说宇宙它就是有它的安排什么样的时间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个灵性上的提升或跃升或什么的。所以好，还是一样一个主轴，7月份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如你预期，那是因为第一个时间点还没到。好，时间点还没到，还有很多中间的一些参与的细节，他们需要一一的被参与到。好，需要拉更多他需要参与这件事情的人进来。好，然后等等等的还有就是说不要怪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 OK，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一组朋友们的7月份的能量预测的讯息。今天这个讯息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然后喜欢这个频道的风格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Hello， 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抽到的指示牌是这一张。我们翻过来看它背后写什么。Yes， 哇哦，非常非常明确的讯息，一个很大的 yes。 好，这个 yes 是什么呢？好，我看到这个人很雀跃很轻盈的这样子，好像跳跃起来，好像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好，不知道，我们先来抽一些神谕卡来看看大家的能量状态是如何。OK， 第2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讯息第一轮这个神谕卡讯息真的是来得非常的明确。好，这个 yes 呢，我觉得他的 yes 指的真的就是说太好了，有种解放解脱的感觉。好，那从什么当中解放解脱呢？我觉得是从某一个过去的经验。
好，所以在7月份你会对于过去的一个什么样过不了的坎，好，或者是说曾经过不了的坎，或是说你曾经的一个可能是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情，或是根本上的一个自己内心里面当中的一个信念吧。我觉得你们能够做出一个整理，然后能够真的放下，然后 move on 往前的那种感觉哈。那大家抽到 compassion 好，慈悲好，同理心好，以及这一张 forgiveness。好，那这张 forgiveness 我觉得因为它位置相对中间好，而且跟这一张 bless your past 的这张牌颜色色调上非常的呼应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在7月份的这个时候似乎终于能够放下一些什么过去的恩怨也好，或是放下跟自己的内心的拉扯也好，真的去原谅那个过往，然后去放下它。然后这张牌写着 rest， 好，就好像我们讲说入土为安了，好，真的能够放下它，然后真的能够获得一个平静了，好的那种感觉哦。那不仅是如此而已，好，我还看到的是放下了之后的这个 play 的这张牌。它真的看起来就是一张很轻松很轻松很自在，而且充满了那种好奇心，想要探索更大的世界的那一种氛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棒的耶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之后我觉得大家如果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抽到这张牌的话，或许大家多多少少都目前有某一些状态是知道，就是说它其实根源于你过去的人生也好，或是过去的经验也好是时候要做个处理了。而且我觉得啦，抽到这一组的朋友们应该其实多少已经在处理。那我看到是在7月份你就是会能够真的去理解为什么当初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验，而这个人生的经验它带给了你什么东西，以及你真的已经从那个时空里面你已经成长，其实你早就已经进化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还跟不上好，所以剩下的一些就像是堵在你的你家走廊的一些杂物，我们就只是要把它清掉这样子而已好。那像这一张牌好，这张力量中的牌也上面也写到好 shake and release heal move on 好，我们要往前走了好，所以不管曾经让你觉得过不去的是什么或许对某些人来说是悲伤，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恐惧，或者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各种的情节或什么的。那不管如何7月份这一切都会远离你就可以获得这样子一个解脱好，那我们来抽一下塔罗牌来看看第二组朋友们在7月份好的一个能量状态上的演进是如何。好，第二组朋友们关于7月份的讯息是否有什么额外的内容要跟他们说呢？OK， 这张好。首先第一张是 The Handman OK 好，那这张 Handman 你有看到吗？他这个人身上脚上这里是一个铅球让他整个人沉在下面所以这是一个捆绑的状态好，所以第二组朋友们其实你们曾经或者说现在是一种受到捆绑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每个人来说那是什么捆绑了自己好，那再来第二张是金币2，金币2这里很有趣你看这个小丑他在做这个抛接的这种杂耍可是除了金币以外，第二个是手榴弹
好，是个手榴弹哈，所以我感觉大家好像要拆弹了，你知道吗？好，那再来宝剑6 OK， 以及最后一张是 Death。 好， Death 在这里好，在第二组的牌意来说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因为它象征着什么东西的完结，好，什么东西的完结了结，好，所以我看到的是大家会从这个状态中被解放出来，你会甩开这些层层的捆绑，曾经这些东西把你拉到很深的地方，就让你定在那里，你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在7月份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助长底下，其实你能够就好像在这个杂技的这个表演人员一样，他好像很轻松的在那边丢着抛接不同的东西，好，即便是一颗手榴弹，它也是轻松自如，它非常的从容啊。所以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在7月份终于能够好像开玩笑一样，就是说其实那也没什么啦，的那种感觉，其实是一个相对上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轻松的过程，相较于你自己曾经经历的，那这个过程算轻松了，但这个过程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因为它赋予你一个全新的状态，让你能够再一次的用这种好像很轻松的，或者是说很轻松很自在的，然后很充满玩心好奇心的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好，所以我看到是大家在这一个过程，在这个能量的演进上能够过渡到一个阶段，就是你终于可以放下任何曾经捆绑你的枷锁，然后真的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并且再一次的起步，再一次的前进，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去探索任何你想要探索的，去开展你的眼界等等的 OK，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讯息哈。好，那我想最后我们再来抽关于第2组的朋友们，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建议，灵性团队是不是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第2组的朋友们。好，牌一直跳出来耶，好有趣哦。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要我们第2组朋友知道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哦。好，首先第一张是 lack 匮乏 OK， 你看到这个蒲公英的种子，我看到它们就是这样子飞走了消散了。好，所以或许曾经你有什么一个很匮乏的意识，或者是说曾经什么东西，就好像这个蒲公英的种子当起飞，它飞了之后就会粘在什么东西上面嘛，所以我看到的是你会摆脱这些会粘黏在你身上的，或者说粘黏在你的能量体内的一些其实已经不再适用于你，对你也没有帮助的一些信念也好，或是一些人事物也好，他们都会远离你哦。好 OK， 好，那再给大家第2组的建议是 ground yourself， 好好的接地扎根。好，那可以的话可以多出去走一走，赤脚踩在土地上，走在草地上等等，都有助于你接地。好，那我想会给出这样子的建议，应该也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放下过去或者是往前走的过程里面，偶尔我们还是会觉得就是说我真的有办法走出来吗？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啦，或者是说很容易被引动一些什么样的情绪，而在那边会动摇等等的，这都很可以理解的。好，那再来 let go gracefully， 好，优雅的放手，好，优雅的放手 OK。 最后一张 self care， 这张刚刚在第1组里面也有出来，好好照顾自己所以
灵性团队好，给第二组朋友们的建议，如何顺顺的度过这个7月份哈。首先，我觉得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在这个放下的过程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会被带出，会被引动出一些不安，或者说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哈。那我看到的是，其实他们是在跟你讲，就是说，那是能够让你走出来，更走出来，然后更能够往前进的一个过程哈，因为是在帮助你释放掉那些东西，释放掉你曾经拥有的一些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蒲公英哈，其实它每一根飘出去的都是它们的种子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大家释放的东西可能是很深层的信念，好像种子一样埋在你的灵魂里，或者埋在你的能量场里很久了，好，很久了，它是一个你长久以来好可能做人处事的一些种子信念哈。但是他们即将要被释放掉，因为他们已经不符合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未来的自己，好的对，它就是不符合那个东西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释放是好的。好，那在这个释放的过程当中，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自己。那如果是任何你可以优雅放下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放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切记就是要好好的稳住自己的能量场哈。你可以多多去接触大自然啊。那如果你所在的环境不太有办法，或者说7月份譬如说台风什么的啊，天气很不稳定，不太有办法出去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譬如说播放一些像是河流啊、流水声、海浪声啊的那种像 ASMR 的那种影片也好，不管如何哈，请求大自然的力量，请求大地的力量来协助你，好让你扎根你的能量稳稳的，好去做这个释放跟转化。 OK，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充满祝福的讯息哈，真的非常衷心祝福第二组朋友们哈，能够顺利的走完这个释放的过程哈，然后都变成大家更喜欢的版本哈。OK， 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二组朋友们的讯息。如果今天这个讯息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 选择第3组的朋友们，这是你们的指引牌，这一道看起来非常古老的大门哦。后面写着 1111 1111。OK， 感觉非常的有力量哦，非常有力量，有一种宇宙要给你很多 sign 的感觉哈，给你很多启示的感觉。我们先来抽一下神谕卡，来看看大家第3组的主能量场是什么状况。 OK， 好，那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第3组的朋友们的能量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分歧点在中间。好，首先我看到的是非常棒的是宇宙要带丰盛给你。好，那不管那个丰盛对你来说是什么，好，那丰盛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钱啊，好，可能是物质，好，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丰盛可能指的是健康。那对更多的其他人来说，或许丰盛指的是一段让你觉得踏实、觉得满足的关系。好，那不管如何，我看到的是，今天宇宙其实想要跟你讲的是，你走在对的路上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好，那他们想跟你的是继续前行。好，就是说你的路线是正确的，方向是正确的，好，那你就是继续走就对了。好，那继续走就对了，好，继续走，你会迎来你的丰盛哦。好，那我看到的是，但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应该是说，对于虽然说话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好像很棒可是大家在走这个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感到矛盾的，就觉得说你确定吗？我走这条路真的没问题吗？因为我们看到这边你看它这个路超级的蜿蜒呢。
好，而且这路面看好窄好窄哦。如果这是一条路的话，好，所以你就觉得说这没问题吗？好，这没问题吗？可以吗？这样子哈。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哈，容易会觉得说啊，实在是自己走的好像心里有点毛啊，哈。所以，但是我觉得哈，今天这些牌面既然出来的话，其实宇宙就是想跟你讲的是说，反正你往前走就对了。好，往前走就对了。虽然你在路上可能会被带起一些不安的情绪，但是这条路是没有错的哟。OK， 好，所以大家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有那么点脆弱啦，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到底对不对？这样子哈。OK， 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抽一下塔罗牌，好，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额外讯息。哦，哇哦，全部冲出来了。好，再洗一下好了。第三组他们需要知道些什么呢？关于他们的七月份能量会如何的演进？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好，OK， 我们来看到第一张是宝剑2。好哦，宝剑2。再来是金币侍者刚刚这一张是圣杯侍者，好，那再来是圣杯7 The Mob 暴民。好，这张是这副牌里面他作者自己加入了牌，好，然后以及 Empress 以及 Queen of Cups。好，好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一条路 stay on course 有那么一点逆风前行的感觉，好，也就是说，就好像这只在鱼缸里面的鱼，好，就他一个人在这里，好，其他人可能大部分感觉好像是往左边游，可是他是向着右边的，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你选的这条路跟其他人未免太不一样，好，或者说你的策略好，或者说你的想法、你的作为好，未免跟大家也太不一样，好，所以对此你会感到很动摇，好，你会感到很动摇，好，那我看到的是就好像这张牌里面，好，这个女生在下棋，可是在她的背后有好多人好，有好多人在看她这步棋要怎么走，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刚刚大家这里有抽到这张牌，好，这张 individuality， 好，个人性或者说个体性，好，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眼光非常的独到，好，大家的思维也非常的可能应该说有那么一点前卫吗？哈，就是说你的想法跟别人跟大多数的主流可能很不一样，好，但是其实宇宙想跟你讲，就是说你的想法。或是你的策略好，不需要做出改变好，而且它会为你带来丰盛好，但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很动摇，因为你就是亲眼看到你跟大家走的路不一样，你跟大家的策略不一样哈，然后你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说我这样子走对吗？这步棋下的对吗？等等等好，那我看到的是其实之所以你最后会迎来丰盛，就的那个关键就在于你的独特性，好，你的独特性，你的个体性，哈，因为我感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哈，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场，哈，可能跟怎么说，跟大自然或者说跟土地很有连结，好，很有连结，好，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能够
能够扎根扎稳的人，好，那也是或许是因为你们很能够稳住自己的能量场，所以你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跟别人好，或者说跟主流很不同的选择。好，那我觉得今天7月份的讯息抽出来是这些，我觉得其实也是想要跟你讲，就是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你也可以稍微预期一下，就是说你的想法可能会跟主流不一样，好，或者是说主流的看法或想法或策略可能跟你是不大一样的，好，可能跟你是不大一样的。那我看到的是你的做法依旧可以做出一个成果来，好，就好像这一张金币侍者一样，哈。他在雕塑这个很大的这个石头哈，但是他以他的方式，他最后也是会雕塑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哈，其实大家真的是不需要慌张，好，大家不需要慌张，不需要怎么说，觉得不安什么的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哈，我看到的是或许主流很多是，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一张。报名哈，这张 mob 哈，你看到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的激昂啊，那个情绪那些表情啊，你看他们都非常的激昂，非常的冲，而且他们都是往某一个方向。好，那唯独里面有一个人他是不一样的，好，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感觉到的是，或许那个主流哈，或是集体意识是非常的冲，或是非常的非常的 intense 哈，非常的紧绷哈，大家就是很表面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要什么这样子哈，但或许你原本或许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主流激情底下的一员哈，但是某个时间点你会来到一个觉醒的时刻，你会觉得就是说可是我想要不一样的做法，我想要采取不一样的策略，好，所以这就是大家的状况哈。好，那我们再来多抽几张牌卡，我想要问，好，跟宇宙跟灵性团队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的第三组的朋友？好，能否给我们的第三组一些如何顺度过7月的一些建议呢？OK， 还有吗？还有什么牌要出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第一张是 walk away， 好，离开，走开。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好，我觉得大家或许现在就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场底下，旁边这些很疯狂很躁进的人们，那你要离开这样子的能量场，离开这样子的能量场对你才会有益。 OK， 好，那再来是 forgiveness of others， 好，原谅别人。再来是 the spiritual warrior 以及 take action now。 好，那我觉得这几张牌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讲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好，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你的路会跟别人看起来很不同，好，你的路跟别人会看起来非常的不同，好，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而不要让其他人的意见去影响到你，好，不要让其他人意见去影响到你，或许他们这些人有他们自己是顾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好，那就好像我刚刚看到的就是像这张牌一样这个女生她在下棋，后面好多双眼睛在看她怎么走，好，所以我觉得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你的这个决定其实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一些其他的人，而他们有他们各自的想法，他们有各自就是说希望你怎么做，好，希望你怎么做的想法，但是他们之所以心中希望你怎么做，或许那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你的。好，所以如果你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灵性团队的建议就是请离开这样子的人事物，好，离开这样子的人事物，好，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说
也是明白，就是说他们之所以那样子，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他们自己的灵魂功课。好，那这个部分其实不太需要跟他们做什么拉扯跟纠结。好，那我们就是离开那个状况。好，那如果你有办法做出原谅的动作的话，好，就去原谅他们，就是说明白说他们应该怎么讲啊，反正就是明白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好，他们或许有他们的路，有他们的功课要走。好，应该说他们有他们的功课要做，而要做他们功课就是要去走他们现在他们自己想要走的那个路，然后那个路可能就跟你没有什么交集，然后或者说你其实并不需要参与在其中的。好，所以灵性团队很大声的跟你讲，就是说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好，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而且这条路会带给你丰盛。OK， 这条路会带给你丰盛。好，所以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去做出任何需要做的调整。OK， 好，那以上就是给第3组朋友们的讯息。那希望今天的讯息有帮助到你。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的影片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有机会我们下次见，拜拜。